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64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匡威的 BB Evo 虽然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感觉网络上喜欢这一个鞋款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大家对于灵活性的要求比对整体刚性的要求要更高一点，所以 BB Evo 卖的好像一直都还不错。在外面打球的时候，也可以经常看到有人会穿这一个鞋款进行实战。那我觉得穿这一个鞋款或者是 Pro BB 的朋友，如果你们不打脚，我打心里佩服你们。而且这一个鞋款的价格也确实是贵，一般来说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而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帕克4代的复刻，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升级复刻，它叫做帕克4巅峰。那它是一双跟 BB Evo 非常相似，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更为优秀表现的篮球鞋。那这一双帕克4巅峰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节目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可以打几分呢？我觉得在外观这一个方面，是这一双鞋跟 BB Evo 相比较的话，最大的一个短板。球鞋的外观还是比较糟糕的，再加上球鞋鞋面的用料，整双鞋看上去的感觉就是廉价。虽然是一个复刻鞋款，但是毕竟之前的这个鞋款的外观放到现在，并且现在5开的售价，这样的质感着实在第一眼上面就败下阵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购买篮球鞋的时候都是非常注重第一眼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你懂的。但是这一双鞋在外观上面真的是激不起我一点点的购买欲望。那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方面，匹克的篮球鞋一直都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全掌的人字纹大底让它拥有了非常优秀的抓地力表现。虽然前掌使用的是水晶底的材质，但是匹克的水晶底，我相信穿过的都知道，它的抓地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合理的纹路空隙也让它在吸灰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它也能拥有非常不错的抓地力，不怎么需要用手去擦拭鞋底。在抓地力这一块算得上是匹克的传统异能了，他们在抓地这一块上面基本上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一双鞋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我穿这一双鞋都是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实战的，但是它依旧在有一些位置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磨损。如果要用它来打室外的话，塑胶地绝对就已经是极限了，在恶劣一点的环境都没有办法胜任，它还是更加适合在木地板上面使用，塑胶地勉强还行，那其他的就不要想了。在中底方面，采用了全掌的魔弹框架，在前掌置入了一块 P-Zoom， 后掌置入了一块轻量化太极，算是把自家能用上的材料全都给用上了。而这样的搭配组合也给这一双鞋带来了非常不错的中底脚感，脚感是非常舒适的，并且整体的中底厚度也算是比较薄的，为球鞋提供了非常优秀的场地感。刚上脚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是非常贴地的，重心非常低，这也为它带来了非常优秀的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泄力感，加上它极为优秀的抓地力，这一双鞋突破真的非常爽。但是它较薄的中底厚度就注定了它在缓震极限方面并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对于像我这样180斤的人来说，在用后脚跟落地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后掌缓震的不足。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160斤以上的朋友，我都不建议你们选择这一个鞋款，它的缓震并不能满足你。但是像我这样对于缓震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来说它的中底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它比 BB Evo 缓震极限是要高很多的，我完全够用，并且它非常优秀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它中底的调教就是一双非常优秀的后卫鞋应该有的调教。
而在鞋面方面，是这一双鞋除了颜值之外最弱的一个环节。球鞋使用了大面积的工程网布，加上部分区域的热熔材料组合而成。虽然在很多区域都压了一层热熔材料进行加固，但是鞋面的整体强度依旧是偏低的。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变向动作的时候，还是比较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鞋面兜不住脚的那一种感觉的，并且它的鞋楦依旧有一点偏宽，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有一点偏瘦的人来说，并不是很友好。在做一些急停动作的时候，甚至会出现顶脚趾的情况。不过在后跟的锁定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不会出现不跟脚的现象。虽然把球鞋的鞋带系得很紧之后啊，的确能够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锁定，在前掌也能锁定得很好。但是由于球鞋在前掌的内部填充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当你拉紧鞋带之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好像你是直接把鞋带绑在了脚上一样，会有比较明显的不适感。舒适性方面会有大幅度的下降。舒适性其实一直都是我个人比较注重的一个点。那如果在舒适性方面都没有做好的话，它会丢失掉很多的分数。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个鞋款，个人推荐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穿一双袜子来增加球鞋的舒适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而在整体的支撑性方面，算是一个够用的水平。鞋面的支撑略微有一点欠缺，但是比 BB Evo 要好上不少。强度是完全能够支撑你去打高强度的实战的。而在后跟处，球鞋的内部填充也是非常扎实的，并且后跟处的硬质黑色材料以及内部的钢宝，让它在后跟处的支撑得到了保证。而在中底的 TPU 硬度还算不错，不过面积并不是特别大，只让这一双鞋在中间的部位刚性得到了加强，前掌的刚性还是有一点不足的，跟 BB Evo 非常的相似。而在足弓处，这一双鞋做了一点点的内收，并且它动态的鞋带孔拉紧之后，也能明显的提供给你一定的足弓处的支撑。在足弓的支撑方面，这一双鞋是合格的，穿它打球并不会有足弓的疲惫感。而在稳定性方面，球鞋在前后掌都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外扩，并且球鞋的中底重心是非常低的，加上中底的缓震材料硬度并不软，让这一双鞋拥有了非常不错的稳定性，穿它打球还是非常放心的。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帕克斯巅峰重量是390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还算 OK， 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分，这一双鞋确实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后卫鞋，但是在舒适性方面确实表现的并不好。那如果能够在前掌增加一些内部的填充，那它绝对能够得到一个更高的分数。那如果你可以接受它舒适性方面的不足，那你又想要购买一双场地感优秀、反应性出色的后卫鞋，那这一双鞋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这一双鞋现在5开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偏高了一些，因为它整体的质感确实比较糟糕，我觉得400左右的价格会比较值得购入。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大家有空来做 ，peace。